第289章潜在对手。安静的房间之中，盘腿坐于床榻之上的萧炎缓缓睁开了眸子，漆黑的眸间金芒闪掠而过，一口浊气顺着喉咙被吐出，萧炎脸庞之上隐隐散发着淡淡的毫光，显然经过这次的修炼，体内斗气几乎是大进。这些烙毒中所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庞大，即使是被我好几次炼化，却依然是还剩着这般可观的能量。感受着体内越加雄浑的斗气，萧炎忍不住的低声喃喃道：不过能量虽然可观，也是有代价的呀。苦笑了一声，萧炎右手一晃，一团青色火焰升腾而出，在火焰的外围处，模糊的黑色印纹微微翻腾，最后被萧炎完全压缩在中指之上，顿时修长的手指便是变得漆黑如墨，看上去颇为的诡异。烙毒越来越浓了。望着那颜色变得更加深沉的手指，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手指对着一旁的床柱点去，坚硬的木柱顿时被腐蚀出了一个空洞。算了，只要将七幻清灵弦弄到手，便能把老师唤醒，到时候这些问题应该便能有办法解决了。盯着手指良久，萧炎喃喃道：虽然这东西很危险，可这2天从这些烙毒中所吸取的能量也是一股不菲的量了，按照这程度，等到将纳兰杰体内的烙毒完全吸取出来，恐怕足以让我从6星斗师达到7星斗师吧。微微摇了摇头，萧炎手指微卷，漆黑之色迅速褪去，片刻后便是变回了正常之色。嘎吱，在萧炎收回手掌之时，紧闭的房门也是被轻轻推了开来。海波东懒洋洋地走近，瞧了一眼房间中的萧炎，望着他那不太好看的脸色，不由笑道：怎么，去纳兰家族受气了？要不下次让我和你一起吧。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从床榻之上跃下，道：还不是那烙毒的事，我的异火似乎有些奈何他不得，每替纳兰杰去一次毒，我身体内的烙毒便是越加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闻言，海波东一怔，旋即皱眉道：既然这样，那还给他驱什么毒？我可不相信你是那种烂好人，而且你似乎还和纳兰家族的纳兰嫣然有些过节。我想要那七幻清灵弦，难道我们去抢抢？萧炎耸了耸肩，淡淡的道：那可不行，纳兰家族因为纳兰嫣然的缘故，所以和云岚宗关系特别好，而且其家族在帝国政府中也极具分量，若是他们出事，想必皇室的那个老妖怪也会出手的。你认为我们有实力抗拒这2大势力吗？海波东讪讪地笑道：那不就得了，现在想要得到七幻清灵弦，就只能将纳兰杰治好了。虽然这烙毒很具危险性，可至少现在似乎还未对我产生什么伤害。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经过海波东这一分析，他心中倒还真是多了几分凝重。这纳兰家族的确不愧是帝国3大家族之一，背后牵扯的势力太多了。随你吧，只要你别把自己给陷了进去，我还等着你给我炼制负灵子丹呢。摊了摊手，海波东道：放心吧，只要你将药材收集齐全，我会替你炼制。虽说因为佛怒火莲的缘故，灵魂力量有些受创，不过炼制父子灵丹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萧炎缓缓行至桌旁，将桌上的杂物搬开，然后从那戒中取出药鼎，随口敷衍道：呵呵，我对你自然是有信心。笑着点了点头。海波东望着萧炎的举动，有些愕然的道：你这是？我看你还是继续出去逛逛吧，我要开始修炼炼药术了。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样样的药材，冲着海波东笑道：我可才回来不久。闻言，海波东苦笑着摇了摇头，片刻后瞧得萧炎偏头盯着他，只得无奈地撇了撇嘴，道：算了算，你练习吧，我出去走走。说着，他转身摇摇晃晃地打开房门，不情愿地走了出去。他也知道，炼药师在炼制丹药时并不太喜周围有人打扰。望着那缓缓关上的房门，萧炎这才将目光投注到面前的药鼎之上，手掌缓缓地摸过桌面上的一些药材，微皱着眉头沉吟着。经过将近1年时间的大漠苦修，特别是最近因为服用地火莲子而导致与青莲地心火契合度大涨的缘故，他很有信心，想要考核3品炼药师并不是太过困难的事，因为3品炼药师最注重的
便是火焰的操控能力，而在这一点之上，萧炎甚至有信心与4品炼药师相比较。不过即使是这样，想要顺利的取得炼药师大会的冠军名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那些对手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叹息着摇了摇头，萧炎想起今日见到的那位古河的弟子柳灵，虽然并未亲自见过对方出手，不过以古河的本事，所调教出来的弟子自然不可能是废柴。而且在面对的时候，萧炎也的确感受到了对方言谈行止间所蕴含的那股信心。这股信心并非是强行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人在的的确确地拥有着某些本钱时方才能具备。手掌摩挲着冰凉的药鼎，萧炎忽然耸了耸肩，轻笑道：当然，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若是在炼药大会上输给了柳灵，那岂不是说老师连古河都比不上吗？这可是不行的呀。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微抿着嘴，半晌后淡淡地笑了笑，屈指轻弹着药鼎的通火口，一缕青色火焰迅速窜进，旋即随着一道轻微的闷响，青色火焰在药鼎之中升腾着燃烧了起来。先试试炼制3品丹药吧。手掌在桌面上那些药材之上缓缓移动着，最后停在几株药草之上，掌心微曲，细微的吸力将之扯进掌心中，然后随意地投入药鼎之中。注视着那些被青色火焰分开包裹的药材，萧炎微微点头，脑海之中自动地浮现出了一张3品丹药的药方。这些药方都是在修炼之时药老偶尔间以灵魂力量灌注给萧炎的，如今想要使用自然是极为简单。醒神丹3品丹药，能够使得服用之人在修炼状态中对外界天地能量的感应更加敏感，吸收能量的速度也会适量的增加许多。炼制材料：30年份的青心3叶草，成熟的佛心果，10年份的西灵树，3阶魔核1枚。脑海中缓缓地回味着药方中所记载的药材，半晌之后，萧炎修长食指轻轻弹动，顿时药鼎之中的火焰便是汹涌着腾烧而起。随着萧炎炼药的开始，房间之中的温度也是逐渐的提高着，淡淡的烟雾从鼎中渗透而出，最后缭绕在房间内，将之弄得云雾缭绕。由于第一次炼制这种丹药，所以前2次萧炎皆是不出意外的将药材烧毁了去。不过这并未让得他有所失望，毕竟炼制丹药失败，就算是药老亲自出手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停火总结了失败的经验之后，萧炎迅速地掌握了丹药所需要的火候等等。在第3次的炼制中，一枚浑圆而光泽的醒神丹在折腾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是新鲜出炉。望着那枚安静地躺在玉瓶中的醒神丹，萧炎抹了一把额头之上的汗水，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再度起火继续炼制。消耗了1下午的时间，萧炎炼制醒神丹的成功率也是在以一种喜人的速度稳步地上升着。当桌面之上的药材即将告竭之前，3枚醒神丹已经出现在了玉瓶之中。将装着3枚醒神丹的玉瓶小心收进纳戒之中，萧炎脸庞上的疲倦神色几乎难以掩饰，把桌面清理了一下之后，便是踏着有些虚浮的脚步一头栽上了床。当萧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发现竟然已是翌日清晨，甩着有些昏沉的脑袋从床榻上爬起来。萧炎望着空荡荡的房间，苦笑着摇了摇头，这炼制丹药果然是个累活，对于精神的损耗实在是太大。爬起床来，萧炎简单的洗涮了一番，待得完全恢复清醒之后，方才出门对着纳兰家族行去，开始今天对纳兰杰的驱毒。虽然有1天时间未见到海波东，不过萧炎并未有什么担心，以那老家伙的实力，在这加玛帝国，除了那些老家伙与云岚宗的宗主，恐怕还没有谁能对他造成太大的麻烦。今日的驱毒与上次大致相同，期间并未有着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待得替纳兰杰驱毒之后，萧炎也受他的邀请在家族中闲坐了一会。在闲坐的时候，纳兰嫣然不知为何倒是略有兴趣地凑上来询问了一些萧炎关于他的事情，不过这些问题全被萧炎那冷漠的脸色与语调含糊地抵挡了回去。对于这个女人，虽然如今她似乎看起来比当年变了许多，可萧炎实在是难以对她产生什么好感。有纳兰嫣然在的地方，那柳灵自然也紧跟其后。在纳兰嫣然与萧炎谈话期间，萧炎能够感受到这家伙的眼角余光不断地瞟过来，虽然他脸庞上依然是微笑不语，
可萧炎却依然是察觉到他似乎有些不爽，以及对自己的淡淡敌意。不过对此他只是耸了耸肩，你不爽关我屁事，古河看上的一伙我都敢抢了，你这还未出师的徒弟能有何让人惧怕之处？在柳林略微有些冷的目光中，萧炎在客厅中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方才起身告辞，然后便是在纳兰杰几人的送行下行出纳兰家族，缓缓消失在几人的视线尽头。微眯着眸子望着那消失的萧炎，柳林偏头转向纳兰杰，忽然微笑道：老爷子，不知道这位叫做炎萧的炼药师，你们可知道他的底细？怎么？闻言，纳兰杰一愣，旋即皱眉道：炎萧先生是我们纳兰家的贵客，我只管他能否将我的烙毒驱逐，至于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我并不在乎。年轻人心胸要宽一些，不要为一些小事便心存敌意。你虽然是古河的弟子，不过我敢说，炎萧背后的老师恐怕不会比古河弱，与这样的人为敌可不是什么好事。纳兰杰瞥着含笑的柳林，意味深长地低声道，以他老辣的目光，自然是能够察觉到他对萧炎的一些心思。哼，老爷子说笑了，我与炎萧先生素不相识，又怎会对他抱有敌意？脸色微微变了变，不过柳林也非是常人，迅速地收敛好脸上的表情，瞟了一眼那黛眉也是微微皱起的纳兰嫣然，笑盈盈的道：如果真是这样，那自然是好啊。这个炎萧或许现在比不上你，不过他的潜力极其庞大，若是有机会，我倒是很想拉他进入纳兰家族。纳兰杰淡淡的笑了笑，不再看向脸色微僵的柳林，转身便是对着大门之内行去。纳兰嫣然瞥了一眼那正无奈的耸着肩的柳林，轻声道：你可最好别乱来，爷爷也说了，他是纳兰家的贵客。说完，纤手掠开飘落额前的青丝，缓缓跟上前面的纳兰杰。嫣然，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望着那迷人的优雅背影，柳林忍不住的出口道，然而话还未说话，前面那背对着他的纳兰嫣然便是随意的挥了挥那在日光照耀下犹如白玉般光洁的纤手，叹息道：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我并不想谈这些事情，你是这么多年少有能够成为我的朋友的男性，或许日后你能够打动我，不过至少现在我还仅仅是把你当成普通朋友。我不否认你的优秀，不过那还并未达到我的要求，我纳兰嫣然的男人非庸人。说罢，他不再停留，连步微移走进大门。我知道你心高，那么这次我便用那大会的冠军来向你证明，我柳林能配上你。望着那迷人背影，柳林眼中闪过狂热。作为日后云岚宗的掌舵人，纳兰嫣然在加玛帝国的地位几乎比帝国的公主还要高贵，以柳林心中的傲气，自然是需要征服这种女人，方才能够证明她的优秀。等你取得冠军再说吧。淡淡的动听声音顺着大门缓缓地传了出来。等着吧。耸了耸肩，柳林转过身来，盯着先前萧炎消失的地方，阴柔一笑，低声喃喃道：我会在大会上让他自惭形秽的。丹王的弟子是加玛帝国最杰出的人。